个假期，我们领着温蒂一家来到了爆火的哈尔滨，玩了2天，我才发现不太对，因为哈尔滨的特色是冰雪、教堂和外国人。也就是说，温蒂他们好不容易坐了一趟20个小时的飞机出国了，而我又开了5个半小时的车给他们送回去了。到了哈尔滨，当天下午，尔滨就特别给面子，天空飘起了雪花，满街都是游客，好多游客，尤其是南方的朋友，看见天空飘雪，突然就停住了脚步，拿起手机就对着天空拍。温蒂吧，他看人别人拍，他也拍，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人家拍啥呢，他怎么也想不到，吸引所有游客拿出手机一顿狂拍的东西是雪和教堂这2个他家乡盛产的东西。反正就是别人拍，他也跟着拍，他俩姑娘也跟着他拍。最后你扣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说那咱拍啥呢？温蒂说，我预测天空中一会儿会出现一条龙，然后我们去冰雪大世界，我爸说啊，这扯不扯？我忘了，你们加拿大有冰，咱溜达一会儿就走也行。温蒂说别走啊，加拿大有冰，但没有冰灯啊。全世界能想到往冰上装眼珠子飞眼的，只有中国，这多好啊！我不走。温蒂看得老开心了，但是我们去的那天他回温，很多冰雕他都化了。温蒂指着太极陵说自己终于看见了比萨斜塔，然后来到了这个冰雕面前，非常激动，非要照相。我就心想，这也看不出来是个啥呀，他咋这么激动呢？温蒂说，彩玲，你做到了，我们真的出名了，这不就是我们一家吗？左上角还有个猴。尔滨的人民很热情，但尔滨的寒风还是有些无情。幸亏我带了莫拉德欧米伽精华和欧米伽面霜，修护兼具抗老，精华修护屏障，面霜修红微纹，敏感肌给我可劲儿涂吧。我爸说，尔滨呐，第一个特点是冰雪，这个确实加拿大人可能是见过，但是没事儿。尔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外国人。我说啊，这个他们肯定是没见过。我爸就找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因为在这个餐厅定时有俄罗斯演员表演节目，我爸还特意订了第1排的座位，准备边吃边欣赏。结果呢，那个俄罗斯歌舞表演本来说是1点钟开始，但1点钟光上了一个乐器演奏，俺们搁这等着上菜呢。我就发现观众开始直勾勾的盯着我们这桌，然后我就听着有客人说，那演员搁第1排吃饭呢，应该马上就要跳了。有个大哥路过俺这桌，还跟温蒂说跳啊，跳舞啊。温蒂愣了一下，然后跟俩闺女说，那就跳呗。仨人就跳上了。温蒂一边跳还一边说呢，这节目咋还不开始呢？但是已经有客人放下了筷子，说快别吃了，节目开始了。都跳挺长时间了。我听着有个大姨说，这俄罗斯演员咋不上台跳呢？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解释一下，我说这他们是客人，不是演员。大姨听完立马跟他老头说，那这家苏联菜应该是正宗的，那苏联人自己都来吃。今天是俺家翟浩达4岁生日，这边没有什么儿生日年苦日的说法，他们外国人没有啥就是追忆苦难的习惯，过生日没人会想到提一嘴什么当妈生娃不容易啥的，感觉孩子都是这些女子打个喷嚏啪嚓家伙掉出来的。不过这样也行，那些辛酸往事吧不提也罢。但是我老公呢，毕竟在中国待过，直到孩子生日这天，当妈的也可以被提及一下，他还算贴心，居然在今天给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其实准确的说呢，这应该算是英国的医疗系统给我的一个礼物吧。今天跟你好好唠唠啊，就去年我老公因为打呼噜让我给撵出去，俺俩分居了能有1个来月。哎妈，那1个来月我过得才好呢。要想夫妻不离婚，1年分居即冬春，这是我跟你分享的心得，你别跟别人说啊。这个不是我矫情啊，他这呼噜打的呢，不是说声大声小的问题，用我的话形容呢，就好比野狼哭白火，他凄惨，他悲怆，他的哀嚎荡漾。你听他打呼噜，你不是简单睡不着觉的问题，你就会半夜突然间想坐起来，往地上倒一壶酒，然后起来跟他哭一场。完事他就去社区诊所看去了。完3个月之后呢，社区诊所给他安排上医院住了1晚上。就他还有其他3批打呼噜的野狼吧，算是1批英格兰的，1批意大利的，1批印度的，完还有1批加拿大的。狼群还挺杂，4匹狼晚上一起哭白火，完都给身上贴一圈小线儿，拿仪器观察你晚上到底咋回事。完后半夜印度那个还让英一家3狼给哭走了，说实在忍受不了在这种环境下入睡，放弃治疗了。完你被观察1晚上之后，你就回家等结果嘛。结果半年过去了，俺俩也没等着啥结果，把这事都给忘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把这个诊断结果给邮错地址了。也就是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不知道哪个街区的哪个老谁家的小谁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不明不白的被诊断一顿自己为啥要哭白火。完2个月以前呢，终于来了一封信，这上边写着，根据他们的观察，我大胖媳妇睡眠的时候呼吸有什么困难，有啥的。完事解决的方式有2种，第一就是减重，她太胖了；第二呢，就是有一种仪器，他们会给我们邮来的。一算这个时间轴哈，从他第1次去诊所看这个事儿，到最后所谓的这个治疗仪器邮到我家，就差一点点，正好1年。就这速度，野狼要是哪回哭急眼了，给自己哭走了，都不一定能赶上。结果东西一到，我老公这家还挺正式的，把这个他等了能有1年的治疗仪器给我拿来了，还把它当成了儿生日年苦日给我留的惊喜。我一看，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了。他这个塞我嘴里有点费劲，我就给你展示一下这原理啊。就是正常时候人打呼噜会应该这样嘛，
对吧？把它怼到你下牙上以后呢，你的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平时打呼噜的时候你是，现在你就是这样的。别说呼噜声是真变小了，就是有点口干，完事有点废刘海儿。哎，就你们凭良心说，就我们等待了1年的治疗仪器，是不是有点太先进了？我就感觉吧，我女儿一天活的可纠结了。当你让她读这2个字母 LV 当你问她姥姥想买的包是啥 LV LV 当你问她弟弟的屁屁上带的是啥 diaper 当你问她姥姥管她叫啥爸爸接着爸爸接着当你问她你应该管太奶的老伴儿叫啥 great grandfather 当你问她你太奶自己管的老伴儿叫啥窝囊废窝囊废。哎，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还没排上呢。原因是还是不够大，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我这小姑子就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她是个 E 杯，照理说不该溺水，因为这 E 杯完全能顶救生圈。不夸张的说，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我大胖媳妇那也是很婀娜的，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但是呢，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还不理解，我说多好啊！你是童颜巨胸，我是巨颜童胸，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但是他很真诚的说，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就非常痛苦，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 G 杯女士在等待手术，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你说你一个 E 杯，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是不是杯水车薪？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只能回家等着去。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回来跟我一顿抱怨，最后由衷的跟我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没胸就不会下垂，没胸就不会下垂。我说你荒诞至极。我虽然没胸是不假，但是我依然下垂。作为一个 UP 主，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当妈的可能能懂，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显大吃完小，吃显大吃完小，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我选内衣的时候，核心不只是耳力，还有知天命。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起来，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太累不行。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我一直用内外，这回买了俩颜色。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还内置了硅胶条，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扒的就特别稳，不会一动就乱跑。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很贴合，不会空杯。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分大小杯穿的，丰盈款和3、4杯款。3、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太舒服了。你们穿过就知道了，内外是真好穿。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忌呀，对不？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有内外这种好内衣，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